汤融化。虽然你有时小的真傻，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只得住你无天无法懂你无厘头的话。窗前明月光，依偎你肩膀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把你想。月光光，心慌慌，真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。天上的一对，地上的一双，牛郎织女不相忘。天堂再美，美不过你心房。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，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你是我的好时光。嫂嫂，你先坐。听说嫂嫂在找自己的贴身丫鬟那个喜儿，你有消息吗？没有啊。哦，那走了。哎，你别急嘛。嫂嫂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几天啊，府里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说是少夫人你的贴身丫鬟不见了。还说你每天不辞辛劳的到处寻找，大家都说啊，我这个嫂嫂啊，真是情深义厚，对一个下人都那么好。可是呢，我听着听着就想起一件事情来。嫂嫂，就在你回门后，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听见你和喜儿就在这儿争吵。我不听，你根本就是个骗子嘛你！我现在就去昭告天下，你别太过分啊！你别以为我不敢，说真的，大不了咱们一起死啊！嫂嫂想起来了，是啊，那日吵得可奇怪了。喜儿一个下人，居然敢跟自己的主子拌嘴，还说什么你要是再这样，就把事情兜出去。我听着好奇怪啊，怎么会有一个这么胆大妄为的下人呢？不过我更奇怪的是，嫂嫂你居然还好声好气地宽慰着。虽然到最后我看嫂嫂你也是不耐烦了，把这喜儿说的是梨花带雨的就跑了。所以我说呀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嫂嫂，你连自己的陪嫁丫鬟都笼络不住，还搞得人家离家出走，弄得你自己都脸面丢尽，偏偏你还没个自觉的，敲锣打鼓的找啊找啊，还整天搞出一副憔悴的样子给人看。嫂嫂啊，我都替你难为情。这些都不关你的事。当然不关我的事了，好的是你的丫鬟，我的丫鬟呀，好好的在屋子里给我绣着花呢。我请嫂嫂你过来，不过就是提醒你一下，不要因为我姑妈多夸了你几句，我表哥多看了你几眼，你就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了。倩倩，不分长幼尊卑，你嫂子少夫人的家事，你也能在这里胡乱议论？哼，她敢做就不要怕别人说呀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长幼尊卑？要论起尊卑来，她可是嫁过来的媳妇儿，伺候小姑子也是她的本分。你也能在这说本分吗？一个女孩子家胡乱议论，先回房去。哥哥，她只是你的弟妹，我看你能护她到什么时候？少夫人，倩倩不懂事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没事，她说的也没错。我在花园备了一些酒菜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赏脸？谢谢表哥，我现在想自己一个人静静。看样子，你还在生倩倩的气。没错，倩倩小的时候确实很骄纵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有，我没有怪她。
是我不好。那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做哥哥的一个机会，替妹妹赔个不是？倩倩是年幼轻狂，出言不逊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这次原谅她吧。小轩，你真是跟我见过的其他闺秀有很大的不同。其他闺秀长什么样？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吧。雪儿，循规蹈矩，谨言慎行，典型的闺秀。我知道，我是有点野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你这样很好，在峨眉山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长大的女子，自然比在四方院子里长大的闺秀要多了不少灵气。姑妈出身名门，自幼就是我朝有名的才女。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，规矩确实比一般人要严一些。元宝从小就在锦绣堆里长大，哼，不识民间疾苦，说话办事脾气都挺大的，但是心地很好。元宝这个人，你说他不识民间疾苦也不对，因为他做捕快这么多年，整天都和小偷啊、人贩子啊、妓女这些身份低微的人打交道，所以就我而言，并没有看到他恃宠而骄。其实他对每个人都差不多，因为在他眼里，感觉每个人就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，并不会对谁特别的好。或许是因为他养尊处优吧，不过也难怪，像他这种环境长大的人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让人讨厌的毛病吧。元宝就是这个样子，对任何事情的要求都达到了挑剔的地步，包括他的娘子。我记得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说过，他要找世间最优秀的女子才能配得上他，容貌好，才学好，气质好，出身好，缺一不可。在京城里面有很多的名门闺秀，都把元宝当作理想的夫君之选，可是元宝呢，偏偏看都不看一眼。他说他们太过低俗，根本就配不上我金元宝。京城那些大家闺秀，他都觉得他们低俗。对，元宝就是这样说的。他说他们虽然是出身名门，可是追溯到前两代，不过是地里刨食的泥腿子，大字不识，粗鄙不堪。所以说世间普通的女子啊，还有一般的大家闺秀，和你相比，自然是无法比拟。也只有你才能入得了元宝的法眼，也只有你才能让他满意。小轩，我想元宝现在嘴上不说，但心里对你必定是很满意的。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方面面都可以配得上他的娘子，你说是吗？我们素不相识，皇太子却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逼得我们成亲。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公平吗？你不喜欢这个赐婚？我只是不喜欢受人摆布而已。所谓金玉良缘，我相信说的就是你们这样的姻缘吧。一个是金府少爷，一个是阁老千金，身份地位样样可堪匹敌，哪怕只差一点点，恐怕我们挑剔的少爷也不能容忍。哦，我喝得有点晕了，我先走了。玉麒麟，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金元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哎呦！谁呀？走路不长眼睛啊？哎，少夫人，对不起啊，阿福走路没戴眼镜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京城守备家的公子送给少爷的3幅画，说是什么什么裘英工笔美人图，少爷很开心。但是后来一验，说是赝品，是假的，少爷气坏了，让我赶紧把这个假画拿出去烧了。赝品？是啊，其实要我说，虽然是假的，也很好看，犯得着烧吗？就是咱们家少爷眼睛里揉不得沙子，一听见是假货就炸毛了。
不由分说一定要烧了。要是我能把他留下来就好，可是我又不敢。哎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来，哎，来看，怎么样？这2幅画好看吧？我特别托了京畿守备家的公子，特意帮我拿到的，他们费了好大功夫呢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我不懂画。不懂画的话，看就行了。看也不懂。行，那你站着总行了吧？我突然想到，我们成亲那么久，我都没有送过你什么礼物。你们江家呢，也不缺什么好东西。如果我送你什么珠宝啊，或是玉佩的话，那就俗气了。所以我想到，我帮你画一幅你的画像，等画好之后呢，我就挂在府里面啊。站着别动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你帮我做的这些东西，我都不喜欢。我是说，总有一天你也不会喜欢他们了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这不是为你做的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喜欢不行吗？啊，站着别动。雪，怎么了？无精打采的，不配药也不是药。你那个温柔又体贴的御用病人呢？雪儿不理我。哼，怎么，想开了，罢工了？他说他心情不好，让我不要跟他说话。我说你心情不好，我可以让你心情好啊。他就把我赶出来了。怎么，你也被小轩赶出来了？我没你那么无能。不过，自从喜儿失踪之后，这2个女人整天一副怨妇脸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是啊。你说这个喜儿也真是的，啊，不好好陪在自己主子身边，到处乱跑什么呀？害得雪儿都不搭理我。对呀，小轩也是一样。自从这个喜儿失踪之后，我整天听到的就是，怎么样，有线索了吗？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那有线索了吗？没有。不过这个喜儿失踪啊，还真是离奇，既没人看到她出府，包袱也都在，去外面又找不到。我看这个丫头啊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不会吧？我只是推测而已。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希望她没事。不过以小轩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喜儿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，你看这朵花多漂亮啊！要是戴在你头上，一定是人比花娇。这么大一朵在头上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小姐，你看那边是什么？在哪里发现的？他就伏在荷花池里面，太吓人了。没事，不怕。刚才。喜儿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喜儿。喜儿说的没错，
是个自私自利、无情无义的人。要不是那天我逃婚，诗儿就不会死了。还有我，他到金府之后很多次都求我带他走，带他走。可我每次都跟他说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我只忙着自己的事情，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。我根本就没有想到，他每天都活得惴惴不安、提心吊胆，更没有想到他竟然一死了之。棺木不用太好，但也别太差。告诉账房拨5两银子，不用省，该怎么办怎么办。是。小姐，哥哥，你可真是爱屋及乌啊！一个丫鬟死了，你都能这么上心。一个丫鬟能被我们金府的大总管这么吩咐着料理后事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不在自己房里好好待着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哎，什么时候我连哥哥的房子都不能来了？哥哥，你觉不觉得今天的这件事情，那个江小轩很可疑吗？今天什么事情？又有何可疑？就是那个死了丫鬟的事情啊！你说，一个贴身丫鬟死了，做主子的吓到什么话都说不出了，就跟死了亲娘一样，至于吗？假惺惺的做给谁看呢？你说他吧，伤心归伤心，我怎么觉得他还有害怕的意思呢？哎，哥哥，你觉得他在怕什么？你在胡乱猜测什么呀？江小轩宅先人后，死了贴身丫鬟，他担心是应该的，有什么问题？对，在哥哥你心里啊，江小轩是样样都好。我呢，就是随便一说，也不指望你这个做哥哥的能听妹妹的话。芊芊，你别跟我赌气了，行不行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这事跟江小轩没有关系。哥哥，你当然觉得什么都跟他没关系，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倩倩就不打扰柳大总管了。小轩，我们该走了。遇刺婚姻，可我却阴差阳错的带你嫁入了金府。你娘说的对，如果事情一旦穿帮了，不单是自己倒霉，还会连累两家人都一起受罪。第一个就是喜儿，所以我们该走了，在没有连累到更多的人之前。那你带你娘找儿子的事情呢？就这么放弃了？必须要放弃，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的愿望而连累这么多无辜的人，尤其在这个时候，所以我必须要放弃。
里面弄得那么暗干什么？啊！我去把灯点起来。不要点灯。我知道，你一定是为了喜儿的事情，节哀顺变。元宝，没事，不要难过，没事的。少爷，少爷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你来一下。你先坐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啊。来，少爷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什么事非得这么晚说？没看到我在忙吗？哎，是喜儿的事啊。刚才有人过来嚷嚷，说是什么？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喜儿不是自杀，是他杀。刘文昭在喜儿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你的细软，他是被人抛尸河中，过了几天之后才浮上来的。看样子，凶手应该是金府的人。喜儿是被人谋杀的。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明朗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还喜儿一个公道。喜儿是被人掐死的。什么？纪元宝告诉我，喜儿脖子上有掐痕，她是被掐死之后扔进了河里，所以杀她的凶手应该就是金府的人。那谁想杀她呢？在我过来的路上，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。喜儿她是个丫鬟，无亲无故，唯一会让她引来杀身之祸的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秘密。如果有人想从她口中知道我们两个的秘密，但喜儿又死活不肯说出来的话，我们不走了，找出凶手，替喜儿报仇。是的，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那儿了。不过，我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什么掐痕。也许是我太伤心了吧。我最后一次见到喜儿的时候，是在夫人的寿宴前。当时还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？没有。你最后一次见到喜儿是什么时候？夫人寿宴前，她在帮着金府接待前来拜寿的贵客。那寿宴之后呢？还有没有再见到她？没有，只是听到其他丫鬟说她在帮着准备。直到结束之后，才发现好久没有见过她了。有没有任何可疑的事情，使你觉得有可能跟喜儿的死有关？没有。我们在喜儿的房间搜到了这个包袱，这个里面装了一些你房间的细软，看样子
他是偷了东西。喜儿不可能偷东西，一定是凶手为了混淆视听。那么依你看，喜儿有没有可能得罪了什么人，才招来了杀身之祸呢？我想不到。好，你们先下去吧。站住！不许走！我知道杀人凶手是谁，就是他，江小轩。你不要胡说，小轩他怎么可能杀喜儿？倩倩，我不许你胡闹。现在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不是你在家中斗气的时候。你不信我？好，我一条一条说给你们听。第一，大概在1个月前，江小轩回门后，我亲眼看见他和喜儿在花园一角争吵。喜儿还威胁说：“你再这样，我就说出去。”江小轩不答应，喜儿哭着跑了。第二，这几天江小轩敲锣打鼓的满世界找喜儿，可是发现喜儿尸体的时候，他竟然满脸惊恐，没掉半滴眼泪，反应这样异常。今天发现喜儿尸体之后，我看见江小轩在屋子里准备包裹，要逃走。你们说，一个丫鬟死了，做主子的六神无主收拾包袱准备跑路，这不是畏罪潜逃是什么？喜儿就是你杀的，你还好意思在这里和表哥说你什么都不知道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，要不是表哥临时决定要连夜录口供，你怕是早就跑了吧？这个包袱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你打算收拾包袱离开金府？我收拾包袱是为了要打算离开金府。为什么？我问你为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当然不能告诉了，人就是你杀的，你就是畏罪潜逃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还不收监，等什么？表哥，你身为捕快，不会知法犯法、包庇徇私的。江小轩，小轩，吃点东西吧，你好久没吃东西了。我不饿。你为什么不解释呢？为什么任由别人这样污蔑你呢？虽然他是污蔑，但喜儿确实是因我而死。因你而死和被你杀死，这是两回事啊！你这么冰雪聪明，难道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你让我怎么跟元宝解释？小轩啊，你说上次咱们坐牢还是在东陆河的时候，这才几天功夫，怎么又进去了？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在东陆河。那边，后面。给你，你干什么？给你吃。刘星。
东陆河的那段快乐时光，仅仅是3天前。元宝，元宝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明明一句话就可以放他出去，你为什么要把他关在这个地方？他还是不是你娘子？你快把他领回去！我没有杀人，罪名不洗脱，我是不会从这儿出去的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不能告诉你。睡了，再查下去，我怕您身体吃不消。您好歹睡2个时辰，明天再查。没事，东西放这就好。少爷，您一定要记得休息啊。元宝，吃点饭，吃完了饭再做事啊。娘，我不饿。给。一会儿啊，我会给府尹大人送一张条子，让他把小轩给放回来。娘，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处理，我会有分寸的。这件事情，娘自然是要管的。堂堂一个金府少夫人，为了一个丫头的死，被收监，成什么体统？他府尹大人糊涂了，你也糊涂了。这么一件小事，一句话的事情就可以解决，你却玩拼命，还搞得我们全家都成了全京城的笑柄了。啊，娘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知道小轩他是无辜的，我是个捕快，我要为他洗脱罪名，就这么简单。以小轩他的个性来看，他宁可被关在监狱里到死，也绝不会无缘无故离开监狱的。娘，相信我，让我自己来解决好吗？你为了顾及他的心情，那我们金家的颜面就不顾了。
元宝，娘很失望。娘，我是捕快，希望您能明白。表哥，芊芊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没事不要乱跑。你是说，让我没事不要乱跑，是吧？倩倩，我们走。倩倩，站住！回房里好好待着，这几天没什么事情，不要随便出来。为什么？哥哥，你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？我在自己的家里走走，也算是乱跑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不知道吗？难道不是你在衙门指证少夫人杀了喜儿吗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哥哥，你就直接说是那个江小轩吧，别一口一个少夫人，口不对心的，我都替你累。胡闹！我不许你妄生事端。我没有。表哥不是说他是捕快，凡事要讲求证据吗？我现在有证据，为什么不能提出来？江小轩，他就是凶手。倩倩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江小轩他不是凶手，而你的心思我也明白。只是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元宝他心里没有你，无论你做什么、想什么，他始终不会喜欢你。哥哥，你的心思我也明白，但是同样的话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江小轩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就算你再使尽招数，他也不会对你动心的。我从小就喜欢表哥。我不管他的心里有没有我，只要我能在他的身边，田房、续弦，甚至小妾，我都愿意。只要他的身边没有那个江小轩。小姐，刘管家，小姐说话伤人，但她的话一点都没错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赵夫人，这回有个替罪羊，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。刘管家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他，可他心里有你吗？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，一边是一个心里没你的女人，一边是柳家的复兴大业，哪边轻哪边重，你应该想清楚。刘管家，其实静观其变就好。毕竟少夫人伏法，和少爷的婚约自然会解除。到时候，你未必没有机会把少夫人换出来。这样，是你的人，终究还是你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是我的人，终归还是我的。哎，站住！
我送来手谕，说尊夫人的案子证据确凿，要求府尹大